每年超过15亿美元的黄金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这个小小的岛国新加坡。这里家族办公室在短短4年内从400家暴增到了2000多家，亚洲富豪们不约而同的将万亿资产搬进这片土地。而这还不仅仅是避险的选择，为什么超级富豪们把目光从瑞士转向新加坡？新加坡背后吸引资本涌入的真实逻辑，又隐藏着怎样的全球财富众志的深意？更关键的是，普通人能否从这股浪潮中分一杯羹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新加坡的财富密码。这不仅是关于一个城市的故事，更是全球资本博弈中的关键一局。第一章避税天堂已经过时。说起新加坡，很多人脑海中可能会冒出4个字：避税天堂。但这个标签其实早就过时了，过去的却有阶段。新加坡以低税率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和资本驻扎，但今天新加坡的企业所得税率为17%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比瑞士的8.5%高出1倍还多。更重要的是，新加坡还主动加入了全球最低税率计划，接受了15%的门槛要求。这意味着他们愿意用短期利益换取一个长期的信誉护城河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这是自废武功吧？避税的招牌不做了，还怎么吸引人？其实，吸引财富的真正逻辑已经从税收优惠转向了规则信任、透明稳定、敢于自我革新，这些才是富豪和企业主们看重的根本。那么，新加坡到底是靠什么赢得了那些财富巨头的青睐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深挖这些核心因素。第二章，新加坡财富保险柜的3大支柱。为什么顶级富豪不仅选择新加坡，更几乎把这里当成亚洲财富管理的标配？答案可以归结为3大核心支柱。支柱1：透明的法治与政治超稳定性。对于超级富豪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稳定。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向来以透明公正著称，这里的政策绝少出现朝令夕改，换句话说，规则就像岩石一样可靠，任何重大变化都会经过充分讨论和预期。此外，政府的高度廉洁化从根本上杜绝了寻租和腐败的风险。虽然这对部分投资者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繁琐流程，却从另一个层面进一步赢得了国际机构的信任。而在当下这个全球局势波动的时代，大国博弈加剧很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。这种高度法治化政治上的超稳定性，几乎是所有资产方最青睐的安全港。支柱2：精准的税收激励机制。第2大支柱是新加坡对税收优惠的高精度利用。但注意，这不再是低门槛的来钱就行模式，而是对地方经济的深度绑定。现在如果想享受优惠政策，就不仅要把钱存进新加坡，还必须投资本地企业，购买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股票，甚至还需要创造高级就业机会，雇佣本地人才，比如基金经理和顾问。对富豪来说，这或许是一次更复杂的操作，但对新加坡来说，这种政策设计直接推动了本地资本市场的活跃。某种意义上，这种规则就是在为普通人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。支柱3：战略区位与顶尖金融生态。首先是超级连接的枢纽功能。以印度企业为例，其国际投资有20%以上流向新加坡，背后原因在于新加坡作为亚洲、欧美之间的门户和跳板。其次是100万美元级别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，无论是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黄金存储，还是优化全球资产的家族办公室配置，新加坡都已将服务升级到硬核顶尖水平。比起低成本之地，新加坡更像是一个买的放心、用得舒心的奢侈品，这也让它的吸引力超越单纯的税务优惠。第3章，我们买的究竟是什么？那么富豪和企业来新加坡，除了低税率，他们到底买下的是什么？这里我们揭开全球向新加坡交智商税的本质。内容重点1：确定性的价值。这是复杂又动荡的时代，新加坡提供的最大产品是确定性。新加坡以第2的排名位列世界诚信政府评估体系，高稳定性使家族财富能够应对潜在政经风险。同时，相比低税吸引，全球最新财富报告显示，71%的超级富豪更关注资产稳定性，而非短期返回率。新加坡恰好在循环经济规范中拔得头筹。内容重点2：连通性亚洲增速的桥梁。亚洲的高速增长故事吸引无数资本，但成功进入却面临挑战。新加坡扮演了金融之桥的角色，它连接了印度、中国与世界，既不偏袒一方，也能最大化区域利益。尤其对欧美资本，新加坡是进入亚洲的桥头堡，独特区位让它拥有强烈的不可替代性。内容重点3：传承性财富的制度保护伞。超级富豪购下的并不是短期优惠，而是一种围绕世代传承定制化的解决方案。基业长青的法律保障、财产继承、投资退出以及规避政策风险的全流程，都有无缝对接的制度环境。跨代安全感。相较于许多国家的金融动荡性，新加坡提供的不只是服务，而是安全资产。富豪与资本进入新加坡，支付的并非仅是电费或税款，而是用财富来保障自由和未来的确定性。这正是新加坡财富管理生态最深层的真相。当然，问题来了，新加坡真的可以永远保持这种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吗？在你看来，下一个财富追逐热土会是哪里？还是新加坡永远无可替代？
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另外，别忘了点赞这个视频，让更多人看到，也期待你订阅咱们的频道。我们每天都会带来深度解读的新加坡内容。我们下期见。